好，今天要介绍的是这一张图框，上次你完成了没有？好，那一定要完成哦，因为这是我们的将来所有的作业都要靠这个图框。那这图框的做法还有很多种，啊。那我再举另外一个指令给各位看，比如说哈，我现在用一个复制的指令，把这个复制过来。哦，它要一个一个复制，对不对？我跟各位讲，这个是单线，我要变成聚合线的时候，我希望它变成4条线。我有个指令叫做 joint，J， 点选你要变成一体性的聚合线，点选完毕之后按下 Enter。好，当你再点选到这4条线其中，有没有看到它4条线一起亮显？它就变成一条聚合线，这是一种做法。第二个，我要把它打开，就是说要把这个聚合线打开，就是说我希望把它炸开。正确的指令叫 explode， 你只要打一个 ex， 这是 extend 啊 ，exp lode， 点下这条线，它就变成按下 Enter， 它就变成4条线，会了吗？所以这2个指令是 join 跟 explode， 你要一起，就是说2个是一套使用的，哦。那我现在当然把它变聚合线，所以我再回去刚刚的动作叫 U undo， 它又变聚合线。好，那我现在跟各位讲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一条聚合线。当然你怎么产生？哦，检查一下这个线的大小，养成习惯。这个是42 29.7， 当然我也可以，这在第0层哦，第0层尽量不要画东西，啊，尽量不要画，啊，那我宁可把这个线段移到 Sketch， 第0层尽量不要放东西，养成一个习惯，记得啊。好，那这边的话，你看我现在做这一条线的时候，我先把各位把图层的观念引进来了，哦。我一样要做外图框，这个不出图的，这个东西我不想出图，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现在定任意点，我用一个叫矩形的指令叫 rectangle，REC TANG， 点下去，随便定一点，一个小老鼠用相对坐标，相对卡式坐标，另外一点42逗点29.7。你可以发觉这个方法比之前画4条线快多了，有没有？这个叫矩形的指令。好，当然各位要一步一步走过了，先要会走才会跑。那这里面间隔是多少？你可以看到啊，这我们的间隔是负的 1.25， 这个时候你只要 offset 1.25， 它就4条线就做进来了。也很快，只是各位要注意，我们这边右边的距离不是 1.25， 上下都 1.25， 这边距离多少？这个大小是我定的了哈，所以同学会觉得说有点不太一样，没有关系。假设让你清楚怎么做，这个距离是 x 等于2，y 还是 1.25， 所以这条是2的时候怎么办？这边是 1.25， 要移到2，这是聚合线，先把它炸开。explode， 点这一个就炸开了。这一条在2的地方 ，1.25 到2是不是要增加 0.75， 对不对？所以这条线我直接 move， 点下这一条线，这是编辑指令，可以先选物件，再输入指令。那这个我是先输指令，再选物件，按下 Enter。基准点在这里，我刚刚讲过，从 1.25 要到2是增加了 0.75， 给它相对坐标小老鼠，好 ，x 等于 0.75，y 等于0.0，就进来了。再来这个指令怎么做？上次有讲过了，再复习一次 ，trim tr， 如果你不必，其实按下 Enter 全部，它在2022新的指令是这样，2014你必须按下 Enter， 懂不懂？这差别在这里哦，我直接删掉了，所以版本有更新，还是有差别，只是差别不大。按下 Enter， 这个外图框就做好。
这是另外一种方式做外图框。好，哪一个快？当然是矩形快，了解了吗？所以你要搭配 explode joint， 当然这个你要把它 joint 可不可以？可以。好，你自己试试看。好，这是另外一个外图框的做法。好，那这个做完示范我就不做了哈，我把它杀掉了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边，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东西，把这个标准档完成。我们还差一个没有讲，标注指令。标注我打算在8、9两章讲完之后，我们再来讲标注。但是我先教各位先把图框命名。好，那图框的设定来讲，好，这边来讲哈，其实标准档的建立有这几个程序。今天先讲标准档怎么建立哈。那第一个文字设定讲过了吧？图层设定、线型、线宽。哦，好，再来标注设定，这个还没讲。纪要档这是比较深的指令，你可以设定一个 CAD 2D 点 ARG， 你可以看看我之前的教学影片有，你看一看。我们来讲那个其他这一个哈，来图框设定，图框都画好了，对不对？我要输入文字，对不对？怎么输？哦。需要那么辛苦的输入吗？不用，我们做一个叫做 ATTDEF， 好，也就是说，将来这边要输工程名、输图名的时候怎么办？好，首先我先把这个对角线先画出来，等一下这边要输入，这边要输入，这比例尺要输入。日期要输入，啊，我的意思就是说，这边来讲的话，哎，这个点过去了哈，我用测点模式拉过来就好。好，那这边先拉它，等一下我要找这个终点比较好找。那这边还有一个工程名称哈。好，这边来讲的话，一开始的话哈，当然图框里面你每个档案可以这样做。好，以后叫出来它就会自动输入哈。我打 ATT， 这个时候锁住位标签，比如这个标签我要设定图名，你就写一个，请就这样，字体大小0.45，因为这个是1嘛，我记得上次跟你讲0.4、0.45嘛 ，OK， 那就0.45，确定。有没有看到这样？注意哦，我图层在 Sketch 哦，将来会出图的时候不太好啊。我抓的是左边，对不对？那应该要抓正中，你看到没有？我这是左边哦，所以我再做一次哈，回到。and enter ATTDEF， 不要按左，在哪里？正中，好不好？正中，好，好，这个时候确定，在这里，有没有看到？这一个就做好，那这个它并不会出现什么，那这个时候请你把这一个东西移到 text 图层，那以后你这图框呢，你就点下去就可以直接输入图名了，了解吗？这是图名的方式，其他都可以做，请输入工程名称，你把它加下去。再来日期来看的话，日期有另外一个做法哈，我们看怎么样做日期哈，在这个图框设定里面叫 field，F-I-E-L-D 这个指令。好，它会出现这么一个对话框。好，我们输看看 field， 这个时候，请你选择日期，底下这一个2022 3月22，好，地区短日期 ，OK， 好，这个时候就可以按确定。那好。这个就可以找到你这几个点了，
只是这几个点你要注意，像刚刚讲的哈，你看输入的方式，对不对？它如果卡在这边，你就要移动它了。怎么移动？好像不太好控制，对不对？那没有关系，我们先，如果真的不好控制，先假设这一点，好，然后按下 Enter 完，好，按下之后呢，你再去移动它 ，Move。先把 F3按掉，不好抓，对不对？真的不好抓哦。F3先按掉，抓这个终点，然后抓这一个位置点。对不起哈，不是很好抓。我今天操作怪怪的，没有烧香。各位不要看我，看我有时候上课就是这样啊，突然之间不是。明明很简单，就会都你看又跑到这边，没关系了哈，各位就将就一下了哈，这是不太对的观念了哈。你看好，到这边正中好 ，OK， 那这日期永远在这里。那这有什么好处呢？提醒你输入日期，你没有输入，它就是2022 3月22，自动把日期补上去。哎呦，我放错地方，日期在这里。好，来又要做一次move，这是图号，所以呢，今天真的怪怪的。以前我上课上这样啊，学生都说：“老师你太累了，今天你休息一下吧。”哦，学生很体贴哈，不是体贴，是因为老师讲了很多，作业很多。好，到这里抓到了，抓到中心点。好，它就是日期，这样会了吗？所以这个时候是举例给你听哈，这时候我把它存档哦。我如果把它存档哈，还有一个没讲完，我们在最后再存档，就变成标准档了哈。再来就是所谓的图档位置，图档位置哈，这个大一点的公司会告诉你说，你这个图从哪一个图框，在哪一个资料夹的路径都讲得很清楚。那我们看这一个哈，这功能变数，插入功能变数档名路径名称，再做一次，一样是这个指令，就是 field， 好，我们再做一次 field。好，这个时候，我看一下这一个图档哈，档名，找到档名，好，我们从这边找到档名哈，有没有看到档名？看到哈，然后呢，档名这边你要。它这边就档名的输入方式，因为我的图档在 C 冒号 user areas desktop 图框2 TED 这个资料夹底下，还记不记得这一个？这是我设定在桌面上一个 CAD 的资料夹，那它会告诉我在这里。那要大写比较不好看，小写怪怪的。第一个是大写，好像看起来比较好看一点。好，那就这样。然后呢，显示路径与图名，然后呢，按下确定。这个时候你要输入它的大小的时候，你看它在这里了。习惯上我们会把这个图框名可以放在下面这个地方。这时候按下 F3，不要让它锁点。有没有看到？就进来了。所以这个时候我在找图的时候，就可以知道这张图是在什么硬碟、什么地方的一个路径就很清楚。将来工程图很多张，这套图在哪里？在这个资料夹一查就某某人画的。清楚了吗？我刚刚说图框2022，是不是这样？所以就是这个档。我希望同学把图框做好，把这些东西先做上去，这可以 copy 哈，输入图名输入名这个设计你就直接打你的名字，不用再这样输入了哈。审核审核你就打老师的名字再来其他工程名称你就随便立一个，你也可以输入工程名称，这个以后人家只要进来按下去就可以输入了，知道吗？比如说，你看我现在做好，先 Room 1 Save， 这就2022图框档，储存 ，Yes， 然后叫进来之后就是这样嘛，叫出来就这样，叫出来的时候，我直接在这边日期它就自动改好了，你就不要担心日期，这边你只要点进去就可以了，好不好？输入图名，对不对？你就怎么样？你就可以输入了，好不好？直接输入，假如我123假如了，看到没？
就变123。OK， 那有同学说我直接用复制双按可以，只是这样告诉你说，提醒你说这边要输入名称，了解吗？你才会知道输入你的设计者。好，那这个部分各位练习一下，好不好 ？OK。